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你有冇發現啊？同一隻貓大個咗之後，好似變咗嘅。細個就話成日黐住你，周圍衝，見乜都想玩。大個咗之後，佢就開始有自己嘅 lifestyle， 冇以前咁癲，有時仲情願自己匿埋，或者靜靜咁坐喺你隔籬。唔少主人第一個反應都係，佢係咪對我冷淡咗？係咪覺得我冇咁好玩，定係開始厭咗我呢？今集我哋就同大家一齊走入貓嘅內心世界，睇下佢哋喺唔同階段心入面最想要嗰種啱啱好嘅陪伴到底係點㗎？想知點樣用佢最舒服嘅方式去愛佢？記住睇到最後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當他仍然精力充沛，呢個階段係貓精力同好奇心最旺盛，甚至可以話係佢最癲、最活躍、最難搞嘅時候。好多人以為喺幼貓階段，甚至早期嘅成貓係最黐人嘅，其實佢哋唔係純粹想要你抱，要你摸下佢啊，而係好想同個世界去互動，每日跳上跳落，追嚟追去，乜都玩一餐。甚至只係有另一隻貓仔陪下自己，都已經夠佢哋學識點樣生活啦。有時你以為佢太黐你啊，其實佢可能只係太悶。如果生活環境唔夠豐富，佢哋個性嘅精力就會演變成單貓症候群啦。用拆屋、咬人、半夜狂叫呢啲咁激烈嘅方式，好直接話你知啊，喂，我真係悶到爆啦。但等到大個咗之後，佢又開始識得收斂、安靜返，甚至好似刻意想同你保持距離啊！好多主人以為佢變到冷淡咗，但其實佢最渴望嘅係一種平衡陪伴嘅模式啊！講緊嘅係一種存在感，即係你喺度，但唔好搞住佢。大家喺同一個空間，各有各忙，各有各自己嘅節奏。佢可能純粹只係想知你個人安全、穩定，一直仲喺度就夠咯。不過亦有啲貓啱啱相反啊，大個咗反而仲搶你，變到好依賴咁。對住呢種貓，你更加要每日同佢傾多啲偈啦，用固定嘅語氣，保持有規律嘅交流，因為你唔會知將來幾時開始，佢會將你嘅聲音變成日後生活嘅指南針啊。所以你會發現，其實冇一種標準嘅陪伴係啱用喺所有貓身上嘅。有唔少成貓可能只係想自己一隻霸晒你啊，所以千祈唔好以為佢悶，未了解清楚就盲目帶多隻新貓返嚟，咁做反而對原本依賴開你嘅貓造成好大壓力啊。同埋好多主人平時都中意拍片影下貓啊，留意唔好淨係影佢個得意樣喎。真正最值得記錄嘅係你哋之間得你哋先至明嘅互動，例如一啲小習慣，或者你叫佢先會有嘅反應，呢啲先係最珍貴㗎。當他開始慢下來，到咗貓開始慢落嚟嘅時候，連平日行路都會變得沉穩，身體亦開始老化。有唔少主人見到隻貓開始老啦，好多時會將所有嘢都推晒落年紀度，由得佢啊，冇去理解真正發生緊咩事。但其實踏入老年唔代表貓對生活就會冇晒熱情啊，只不過係佢對快樂嘅定義變咗啫。以前對佢嚟講，未知嘅世界可能大過主人啊，但而家主人就肯定係佢嘅全世界啦。當你以為老貓會好獨立，每日淨係識得瞓覺，唔需要點理㗎。但其實當佢慢落嚟之後，佢最希望嘅陪伴，純粹只係希望俾你望到佢。佢唔需要你做啲咩特別嘅照顧，亦唔好再勉強佢好似以前咁貪玩，去證明自己仲後生啊。佢只係想你接受佢依家嘅改變，同佢一齊進入生命嘅另一個新階段啊。隨住年紀大，貓嘅骨骼同肌肉都會退化。以前輕而易舉就跳上去嘅梳化或者床頭，依家對佢嚟講可能變到好吃力。
要知道，貓係一種好自覺、好驕傲嘅獵人，佢哋天生最討厭暴露出自己嘅脆弱同老態，所以真正高質嘅陪伴，絕對唔係等到佢跳唔到啦，你先去戥佢慘，同情而夾硬去抱佢，咁樣反而有機會傷害到佢嘅自尊心啊！相反，主人可以主動啲，不留痕跡咁幫佢將生活嘅難度調低，例如喺床邊加個貓斜坡，將貓砂盤換成低入口嘅款式，將水碗墊高，全屋嘅家具固定好位置，唔好隨便改動啊！其實呢種陪伴就係你已經喺背後幫佢搞掂晒咯，等佢以為自己仲好型，可以獨立咁生活。最重要係記住，千祈唔好隨便打亂或者改變佢原本熟悉嘅世界啊！當他正在努力生活，當要開始同疾病共存，面對慢性病或者退化，身體亦會出現唔同程度嘅限制。當你喺獸醫度帶一隻有慢性病或者退化嘅貓返屋企，你第一個需要處理嘅唔係點樣餵藥打針，而係你內心嘅恐懼。好多主人好容易陷入一種近乎崩潰、焦慮、長期不安嘅狀態，甚至慢慢將陪伴變成監控啊！但其實貓從來都係活喺當下，佢哋對死亡冇概念，亦唔會怨恨咩命運啊！如果你不停自己嚇自己，只會用焦慮去毒害埋佢依家唯一擁有嘅時間。當你成個人慌晒，帶住眼淚去照顧佢啊，其實只係將你嘅壓力夾硬過埋俾隻貓啊！陪伴其實可以好簡單啊，就係唔去打亂佢嘅生活，靜靜喺度就夠啦。照顧唔等於要手忙腳亂咁去反轉，改變晒佢所有嘅生活習慣，更加唔好用病人或者殘障嘅身份去睇佢啊，而係盡量維持佢原本嘅生活規律同日常節奏。有慢性病唔代表成個生活就冧晒，純粹係睇你點樣去排優先次序。當你願意面對同接受病已經係生命嘅一部分啦，去揾方法令佢活得更有尊嚴，佢先可以安然咁面對身體嘅限制啊！當然，隨住病情反覆，做主人最痛苦嘅一定係內心不停咁掙扎，到底係想佢捱耐啲，定係想佢舒服啲呢？但事實上佢只係一隻貓啊，根本好難會明白人類點解要每日夾硬帶佢去打針、抽血、塞藥。當你所謂嘅積極治療變成折磨，甚至令佢開始匿埋避開最信任嘅你啊！呢啲痛苦到底係為咗佢嘅開心，定係純粹滿足你自己而唔捨得放手呢？喺呢個階段，當佢因為身體唔舒服而變得焦慮，佢要嘅一定唔係玩具，而係你真係喺佢身邊。試下將貓床搬到你床邊咯，甚至直接由得佢跟埋你一齊瞓。只要佢擘開眼見到你，感受到你嘅體溫，知道自己仲有個依靠，佢就可以喺呢個心安嘅狀態入面過得平靜。當陪伴變得安靜，行到生命最後階段，陪伴會由照顧變做守候，周圍嘅聲音亦會慢慢靜落嚟。面對臨終進入昏迷狀態或者失智，真正要問嘅係，喺呢個時候你究竟係幫緊邊個？你係因為承受唔到失去嘅痛而勉強延續，定係因為太過驚，所以提早做咗一個結束一切嘅決定？當貓去到生命最後，其實佢最渴望嘅只係想好好記住你啊，然後有尊嚴咁走。喺呢個階段，當佢因為病而迷失，驚到大叫，或者到半夜四圍徘徊嘅時候，你唔需要夾硬咁叫醒佢啊，可以喺佢耳邊細細聲重複翻佢聽慣最熟悉嘅語氣同昵稱啊。呢啲聲音可以有效安撫到佢混亂嘅狀態，至少揾翻一個最安全嘅位置，慢慢定翻落嚟。但喺進入長期昏迷狀態或者失智嘅過程入面，有時亦會出現短暫清醒啊，甚至所謂嘅回光返照。
嗰一刻佢可能會突然抬頭，眼神對翻焦，甚至用盡力氣行過嚟你身邊啊！見到呢一幕，其實唔需要做太多嘢，只係停一停，因為呢一下好可能已經係佢最後清醒嘅時間啦。佢係用緊剩低嘅力氣同你道別。喺呢啲咁珍貴嘅清醒時刻，如果佢仲有食慾，就唔好再講咩健康限制啦。肉醬、雞肉、水果、零食，只要佢想食啊，就盡量滿足佢咯，當係俾佢最後一段時間好好享受。喺貓臨終嘅階段，對每個主人嚟講，最難嘅抉擇其實一直都係究竟幾時先係放手嘅時候。現實中有唔少痛失摯愛嘅主人都曾經留下最痛心嘅分享，寧願提早1個星期放手都好過遲多1分鐘啊！真正嘅愛唔係因為自己承受唔起離別嘅痛就勉強留住佢，無限延長佢嘅痛苦啊！當佢仲記得你嘅愛，仍然保留一絲理智同尊嚴嘅時候，就應該幫佢做一個溫柔嘅決定，俾佢平靜有尊嚴咁離開咯。等佢喺生命最後一刻，仲可以喺你懷抱入面聞住最中意嘅食物香味，聽住最熟悉嘅聲音，安安靜靜咁走完呢段旅程啊！睇到呢度，你會發現養一隻貓喺佢哋唔同嘅年紀，我哋要付出嘅心力都完全唔同。喺呢段長達10幾20年嘅情緒同責任合約入面，冇錯，我哋會同佢哋一齊成長。但隨住人生嘅轉變，搬屋、去旅行、經濟壓力，甚至失業，成件事可能會變得越嚟越複雜，亦可能有一日你更加要做好心理準備，獨自面對，幫佢做一個最艱難嘅決定啊！然後學習接受離別。貓從來都唔係一出世就係完美嘅陪伴者，佢哋有自己成長嘅節奏，有自己嘅性格，而你要做嘅唔係期待佢永遠停留喺某個你最中意嘅階段，而係願意陪住佢一路變啊！唔知你隻貓喺而家呢個階段最渴望嘅陪伴又係乜嘢呢？請你留言話我知啊！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